我去，咋回事啊？我 NPC 呢？咋进土里了？我的白带小姐姐呢？啊，我来交任务了，你这叫我怎么交啊？有多少人在抽卡前是会去名神大社里抽个签的？但我最近发现啊，咱别光顾着玄学，这个解签小姐姐背后藏着价值120原石的隐藏任务，还有成就。接任务处在荒海这边，后来我也查了一下，这任务是从2.4加进来的，很多跟我一样比较随缘的玩家可能压根儿不知道。还有个普通宝箱，把底下这个纸读完，派蒙就会叫我们去抽签了。跟他对一下暗号后，就会收到个写了任务地点的便签，在盗七城底下，怪都很好打。然后第二天再去求签啊，现实中的第二天啊，这次的怪在9条镇屋这里，就在这个底下。第3天又在盗七城底下，第4天在矿洞这边，不过这次还要再往前找一下这个怪，出去后沿着海岸一直往右到这边。第4天打完后，派蒙还会叫你明天再去，不过其实打完就可以去了。这时候发现解签的玄东小姐姐不在了，留了张纸条，到纸条里的位置后，爷就给搞昏迷了。醒来的时候发现眼前正是玄东小改改，但是此玄东小姐姐又非彼玄东小姐姐，就是眼前这家伙被愚人众偷袭了，导致后面几天跟我们对接的都是假玄东。但这个真玄东呢也不叫玄东啊，叫百代，是一个叫周末番组织里的类似忍者组织吧是保护盗七的，抓我们只是为了确定我们的立场，知道我们是好人后就说以后可能会找我们帮忙。这个牢房里我记得是有一个华丽大宝箱的，但之前好像被我卡 bug 拿了。之后我们调一下时间来到盗七城，就能接到之后的任务了。后面的任务都有指引，我就不多说了，分别是40、30、50的原始奖励，加起来总共有120。在这新老池子交替之际，相信对大家能有所帮助，也祝点赞评论的各位小保底不歪，最好来个什么双黄之类的。我之前视频里可是连来2个双黄呢。后面的任务没有难度，像这些找人聊好感的选项也就那么多，来回多试几次就行，反正不会死。然后有些玩家可能干起来比较急我给大家大致讲一下这个任务的剧情。它牵扯到了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仆人。首先我们会在夜里跟踪假玄东，他会跟他在愚人众的老师对接，然后就会提到仆人大人这个角色。我就想问这家伙是个执行官吗？会有点期待那么剧情就是这个假玄东虽然是愚人众，但他做巫女做得很开心，不想做那些不好的任务了。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把他打一顿之后爷就决定帮他脱离愚人众。然而就在我回去准备把这事儿告诉百代小姐姐的时候，我去，咋回事啊？我 NPC 呢？咋进土里了？我的白带小姐姐呢？我来交任务了，你这叫我怎么交啊？好在重进了一次就好了。百代小姐虽然嘴臭，但也愿意帮忙，让我们找点材料伪装一下假玄东死去的假象，然后我回去交任务。会有点心累呀，这个隐藏任务的隐藏 bug 也真不少再之后我们就发现百代小姐不见了，一路跟踪来到了个副本。是的，你没看错，这隐藏任务还有秘境，你敢信？都快赶上传说任务了，有这功夫倒是把8重的传说任务搞精彩点呢这个秘境也没啥好说的，就是在底下有个开关非常阴间，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然后一路通过去，救出了被愚人众抓住的百代。不幸的是他一只眼被弄瞎了。后来我们成功帮假玄东伪装了假死，假玄东开始太愧疚，想要离开，但最终被我们劝了回来，因为在他曾经给我们解的签中有这样一句话，总有一天你一定能成为你希望的模样。我们把这句话送给了他，也希望送给各位看视频的人最终假玄东还是回到了自己喜欢的巫女岗位，成为了真正的玄东灵琴，因为这名字本来也是百代用来隐藏身份的嘛。是的，这些事狐狸应该都知道。值得一提的是，这应该是到期为数不多好结局的支线任务了，之前碰到的全是刀好吗？然后我们以后再来就都是一个态度好的巫女了。百代那家伙就不知道去哪儿了。